女人刚把约会对象悄悄送走，下一秒女儿就回到了家。她赶忙整理仪容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可女儿还是发现了她的异样。Are you okay? I'm fine. Oh my god, are you high? No. 女儿没有多想，转头就上了楼。然而她做梦也没想到，母亲竟会和自己最爱的明星偷偷在家里约会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恰逢周末的安妮准备去露营放松一下，没想到前夫公司突然有事，将女儿丢给了自己。无奈她只能放弃露营，和女儿一起来到音乐节现场。然而已经40岁的她实在无法适应这里吵闹的环境，于是她决定去上个厕所，顺便让自己的耳朵休息一下。看着周边全都一样的拖车，她随意找了一辆便走了进去。刚想开门，却发现里面有人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嗨，尴尬的对视过后，男孩感到有些震惊和不解，因为这是公司专门配备的私人休息室，为何会有陌生人进来，而且还如此理直气壮？于是他决定找对方问个清楚。等安妮用完卫生间后，男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原来他是当红乐队8月月亮的主唱，这次是受邀来这里表演的。安妮听后赶忙道歉，随即便尴尬的想要离开，可麦克却叫住了他。I don't know, hang out. Hang out? Yeah, the sodas, the healthy ones, the not so healthy ones. 小男孩的心思被安妮一眼看穿，他坦率地表示自己是陪女儿来这里的。可当他不小心说出自己是个单亲妈妈时，麦克的脸上却出现一丝笑意，显然他已经对眼前的这个女人产生了兴趣。说话间，助理走了进来，他提示麦克可以准备上场了。安妮见状悄悄离开。不久后，两人在签售会上再次遇到。安妮怎么也没想到，眼前这个小伙竟然会这么火，身边无数的少女为他疯狂。这时女儿终于赶到，于是他们赶忙找乐队要了签名。再次见面，两人多了一丝默契，眼神中也多了一点暧昧。晚上演出正式开始，跟着音乐的律动，安妮彻底放开了自己。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。看着麦克在台上光彩熠熠深情演唱的样子，安妮尘封许久的心再次被触动。而借着演唱的机会，麦克也向台下的安妮进行了一波表白。歌词中那些包含着满满深意的句子，不禁让安妮感到有些心动。此刻爱情的种子在两人的心中悄悄萌芽。隔天，安妮迎来了自己40岁的生日。虽然已经到了不惑的年纪，但她总感觉自己还没有真正长大，人生中还有很多事还未体验，很多问题还是想不明白。而面对同龄人的搭讪与表白，她更多的是感到麻木。和丈夫离婚之后，她已经很久没遇到能让自己心动的人，除了在音乐节遇到的那个。然而念念不忘必有危险。这天麦克突然出现在店里，原来在那次的音乐节之后，麦克便一直在寻找安妮，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网，最后终于找到了这里。麦克借口说想要买一些艺术品装饰屋子，听了安妮的简单介绍之后，他便表示要把店里的所有商品全部买下。接着他以需要购买更多的艺术品为由，向安妮发出了邀约。看着他一脸真诚的样子，安妮不好拒绝，于是他将麦克带到郊外的一个仓库，两人借着艺术品的话题越聊越多，从过往经历聊到了人生理想。安妮的知性与性感让麦克不禁沉醉其中，他忍不住的想要更多了解眼前这个女人。回家路上，为了避开粉丝和记者，麦克提议去安妮家里坐坐。很快两人便抵达家中，一进门麦克就被这里独特的装修吸引，这让他越发的想要了解安妮的过往。于是吃饭时他主动问起安妮的情感经历，在他的坚持之下，安妮说出了内心深藏许久的秘密。原来她之所以会和丈夫离婚，是因为她发现了丈夫出轨的事实。被爱冲昏头脑的她本想原谅丈夫一次，可没想到丈夫却说自己已经爱上了别人。从那之后，安妮便不再相信爱情，她成了单亲妈妈，独自一人拉扯女儿长大。安妮的故事让麦克感到很心疼，他劝安妮看开一点，也勇敢一点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丈夫那样，只有放开自己才能拥抱更多的可能。麦克的话让安妮心得到了慰藉。就在两人的暧昧气氛逐渐上头时，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。趁着安妮打电话的间隙，麦克来到钢琴面前深情地弹了起来。美妙的琴声再次触动了安妮的心，两人的手不自觉地碰到了一起。这一刻，安妮终于不再掩饰内心的情感，吻向了这个比她小10几岁的男人。然而正当他们想要更进一步时，理智却将安妮拉回了现实。安妮明白自己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份，都和眼前的这个男人不合适，于是她让麦克赶紧离开。在安妮的坚持下，麦克不得不照做，但在离开前，他特意将自己的手表留下，而正是这个手表成就了他们日后的情感。目送麦克离开后，安妮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没想到下一秒女儿竟回到了家，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短暂的插曲过后，安妮的生活回归正常。这天，安妮送女儿参加露营后，不料晚上却突然收到麦克发来的短信。看着手机中的讯息，安妮陷入了纠结。临睡前，她再次拿起麦克遗落的手表，这一刻她决定勇敢一次。隔天晚上，安妮敲响了麦克酒店的房门。嗨，就这样，两人度过了美妙的一晚。第二天，麦克提议让安妮一起参加自己欧洲的巡演，可安妮却害怕麦克遭人非议。就这样，两人踏上了欧洲之旅。随着一场场巡演的落幕，两人的感情也不断升温。然而这天意外还是发生了，他们约会时亲密的举动被狗仔队拍了下来。女人受邀参加别墅的泳池派对，可大夏天她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面对众人的疑惑，她只能谎称自己家族有皮肤癌病史，不能承受太阳的暴晒。而她之所以要这样做，是因为她今年已经40岁了。尽管年轻时的她美艳无敌，
可岁月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，他也开始有了身材焦虑。安妮本可以不出席这次的聚会，但为了比自己小10几岁的男友，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参加。然而在闲聊时，安妮却意外得知，男友麦克是个花花公子，每当遇到想要搞定的女孩，就会在台上临时改变演唱曲目，这已经成了乐队成员们撩妹的惯用伎俩，至今从未失手。当听到麦克曾用同样的招数搞定了一个33岁的女人之后，安妮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她生气地回到房间，两人随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麦克承认自己换歌是故意的，但那都是为了取悦安妮。或许开始是因为新鲜感，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麦克深知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安妮。 I don't think you ever even gave us a chance. I mean, does anyone in your life even know about me? Does your daughter? Do your friends? So what? You're ashamed of me? Is that it? I am ashamed. 这次无论麦克怎么挽留，安妮都坚决地想要离开。此刻的安妮还是无法说服自己，因为和小自己10几岁的男人在一起，始终让她感到很羞耻。回到家之后，安妮整日以泪洗面。然而生活的苦难总是接踵而至，因为之前和麦克约会被偷拍，他们的照片被人传到了网上。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以及网友们铺天盖地的谩骂，安妮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。而更让她感到崩溃的是，身边的朋友也对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。庆幸的是，女儿选择坚定地站在她这一边。 People on the internet that are picking you apart are disgusting. It's because you're a woman and it's because you're older than him. They hate you for it. So that's just hypocritical and unfair and wrong. 女儿鼓励安妮勇敢面对爱情，她认为只要问心无愧，那就无需在意他人的看法。在女儿的鼓励之下，安妮再次找到了麦克，她向麦克诚挚地道歉，并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 I was afraid. I do very much feel all those things. With you, I feel everything. Maybe you're right. Maybe it doesn't have to end. 就这样，两人重新走到了一起，并向所有人公开了彼此。本以为生活会这样幸福地过下去，然而公开后的日子，安妮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女儿在学校总会遭到莫名的歧视，安妮也每天被一堆记者围堵。看着网友们越来越恶毒的言论，安妮还是决定与麦克分开。就算自己可以承受这一切，可女儿却是无辜的，她不想女儿整天活在别人的歧视和辱骂当中。于是安妮找到了麦克，决绝地向他提出了分手。此刻安妮的内心是绝望的，但为了女儿，她不得不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。麦克听完瞬间红了眼眶，他努力地想要挽留安妮，甚至提出可以退出乐队，放弃一切，成为一个普通人。可安妮却劝他打消这个念头，因为这样只会让现在的处境变得更糟糕。或许这段不被世俗承认的爱情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结果。然而麦克却不想接受这样的事实。隔天，麦克再次找到了安妮，和她约定5年后再相见。那时自己会努力变成一个不红的2线艺人，而安妮的女儿也已经大学毕业。等到所有人都不关注这件事之后，他们就重新在一起。临走时，麦克将自己的手表留下，就像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。时光飞逝，很快5年时间过去。安妮的生活恢复了平静，她每天跑步健身，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她看起来依旧年轻，完全不像是45岁的样子。另一边，麦克已经单飞转型成一个创作型歌手。5年过去，他明显沧桑了许多，也成熟了许多。因为和安妮的感情经历，使得他灵感迸发，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。此时的他人气更胜同期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与安妮的约定。LA? Any particular reason why LA? There's some more than one. 这天，麦克再次来到安妮艺术店的门口，两人四目相对，相视一笑。无需多言，这一刻，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生活中，我们的感情常常会遇到一些阻碍，就像电影中安妮和麦克一样。但只要彼此的信念足够坚定，相信在艰难的感情最终都能开花结果。最后，愿大家都能找到双向奔赴的那个人。